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频道。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 OCBC 关户之后，个人还能开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吗？我在2天之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视频，详细的说明了 OCBC 现在不能开户的原因，以及它背后配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法规，还有反洗钱政策的一些问题，如何合规使用。我想今天再补充一下，就 OCBC 关户的事件过后，新加坡的银行对于个人开银行账户是怎么规定的。我分为这几部分为大家慢慢介绍。首先是 OCBC 关户风波的问题，因为 OCBC 政策更新的比较快啊，在去年还是线上开户，突然之间收紧政策了。我们来看一下12月13号的这个文章，这是联合早报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文章，这个里面特别强调了2023年8月份规模最大的30亿洗钱案之后，需要提高警惕。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对新加坡的银行业整体的收紧了，这是国家的政策。华侨银行，大家看到，在去年2023年10月份，还在发布教程，无需亲临银行，线上开账户至少15分钟。但是这个里面也提到，外籍人士计划迁移新加坡，可以事先的开设新加坡账户。实际上，对于外籍人士开户的一个首要条件，正打算移居到新加坡才能开，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远程账户。这是 OCBC 对线上开户所做的努力。开户的过程中间，只需要准备身份证以及护照。针对的外籍人士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的电子护照即可。这种远程方案也让许多抵达新加坡的人获得了便利条件，但是之后是需要在新加坡工作的。我们看一下华侨银行为什么会提供这种服务。华侨银行在新加坡的所有银行中间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因为华侨银行它的英语就叫 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那就是海外华人银行，所以就是华侨银行，它的服务对象就是华人，是新加坡的第2大银行，而且它是由陈嘉庚的女儿的丈夫李光前1932年通过合并，1912年创办的华商银行，1917年创办的和丰银行，以及1919年创办的旧华侨银行而创立的。现在规模非常大了，已经在许多国家拥有代表处了。维基百科上有华侨银行的这一些历史。应该来说，华侨银行是新加坡前几名银行中间对华人最友好的银行。也就是2024年12月11号，这个政策突然收紧了。收紧的原因就是要提供本地的地址证明。
这是为了达到合规要求，在开户时应证明计划来新加坡居住。所以华侨银行办理远程开户，它的初衷是证明这个人将来会来到新加坡居住和生活。华侨银行这一次也强调了 KYC 环节一部分需要客户提供必要的文件，这个必要文件就是新加坡的居住和地址证明。看来这个事情是被钻了空子。这是华侨银行整个的事情的始末。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新加坡的外籍人士还能开户吗？那我们从 OCBC 能够看到，现在仅仅只是要来新加坡居住的人才能够开户。对于新加坡银行账户的问题，从金融管理局到银行政策都完全收紧了。这个人必须要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一下。我现在主要看的是网上银行的开户。网上银行开户，我选取了这几大银行，首先是星展银行、大华银行、华侨银行，还有花旗银行、渣打银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DSB。DSB 这一边，他已经强调了，也是你要来新加坡的时候才可以在线上开户，前提仍然是强调你即将来新加坡。然后看一下那个 UOB 就是新加坡大华银行。大华银行我直接用了它的在线客服，提问是 Open account for foreigners， 也就是外国人开户的问题，他直接不予回答，也就表明外国人开户我直接不在线上解答了。你要么通过线下回答，要么通过其他方面。这是大华银行的情况。那么 OCBC 呢？同时也点一下开户的现状。我把问题复制过来。这儿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就是对外国人来说，他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签证，那这个签证必须是雇佣签证，或者是说学生签证，你才能开立账户。那这个前提是，这句话也就说明你必须要在新加坡居住和生活才能开立账户。OCBC 现在已经强调了这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渣打银行我直接提交了开立账户的问题，他给了我一个跳转链接，我点了一下跳转链接，是跳转到这儿来。我们点击看一下。这个链接表明它需要你的新 pass， 也就是说，现在线上开户要有力的证明你来新加坡工作和居住，或者是说需要新加坡的数字身份证。
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可以看到 ，SingPass 已经成了线上开户的关键了。它的关键点在于，新加坡线上身份验证的一个工具，它便于在线开户，个人需要去重视起来。只有了 SingPass 才能去开户。它进行了安全身份验证，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线上金融服务的便捷使用。我们看一下 SingPass 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新加坡的个人通行证，是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一项国家数字身份，那也就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居民身份证了。用这个居民身份证能够更安全便捷地访问各种政府机构和部分私营企业的在线服务。最关键的几点：身份验证、数字签名、个人信息管理、安全访问。那很明显 ，SingPass 对应的是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的人，包括新加坡本国的居民以及外籍人士。只有申请拿到了 SingPass 之后，相当于在银行有了一个很完备的身份验证，才能够允许线上开户。那 SingPass 它就是一个数字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可以对政府和大型企业事业单位作为在线的服务。因为它是数字身份证，当然包括了方便快捷安全可靠、节省时间、应用广泛、免费使用的各种特点。我们再看一下最关键的内容：谁可以使用？新加坡的公民、永久居民、持特定有效准证的外国人，也就是工作签证和学生签证。这一点和渣打银行和 OCBC 银行这是完全对应的。所有银行的准入条件都是一致的。获取SingPass的话，如果你有了以上的这几种身份的话，可以通过不同通道去注册。那这么看起来，外国人能够去申请，但是有前提的条件。SingPass 已经成为唯一的一种线上开户的渠道了，但是 SingPass 申请的前提却是必须证明自己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那我们看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开户，它应该包括哪几个环节？首先是合法居留的前提。那必须证明自己在新加坡是合法的去居留的，当然是学习和工作了，或者是说新加坡本地的居民。必要的文件清单，那就是做 KYC 验证的时候提供这些清单：身份证明、地址证明和收入证明，来证明资格。那这些证明文件证明了什么？就是证明了在新加坡合法的生活或者工作。刚才我们从线上开户的那些提问以及反馈中间，已经完全知道各个银行的对于开户的政策是一致的，那也就是新加坡的数字身份证所强调的那几类人士才能开。
如果是说我没有在新加坡居住和生活的需求，我们可以配合银行的流程，在线上开，或者是说线下网点提供证明。OCBC 这个事情来说，它并没有限制外籍人士开户，只是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规定，以及自己之前 KYC 认证没有做到位，现在加了线下做 KYC 的环节，个人仍然可以按照新的政策要求开设账户。那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必须在新加坡工作与生活。如果是说自己在新加坡工作与生活，可以申请新 pass。如果是说新 pass 申请通过之后，基本上新加坡所有银行的在线开户都可以搞定了。对于新加坡未来来说，银行应该更注重合规性、数字化服务，更广泛应用于外籍人士开户及服务中间，一一绑定的。如果是自己想合规使用新加坡账户的话，建议还是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的时候再去开。今天我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也谢谢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和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把更多的有深度的分享带给大家。谢谢。